大家好，我是戴着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今天说一说爱乐之城导演的成名作《爆裂鼓手》。小白从小就喜欢打鼓，所以考上了全国最好的音乐学院。有一天晚上在练鼓的时候，一个光头老师走了进来。小白一看，这不就是全校校园水平最高，但是也最严厉、最变态的老师，被称作魔鬼肌肉人、光头恶魔的赵日天吗？赵日天说：“别看了，请开始你的表演。”小白玩命秀技能，但是赵日天听了却说：“垃圾。”然后就走了。像小白这种大一新生，只能在初级乐团当替补。在一次全团一起练习的时候，突然感觉房间里的亮度提高了50瓦。原来是光头赵日天进来要收学生，大家每个人都卖力表演，但是赵日天最后却只带走了替补鼓手小白，毕竟小白是我们的男1号嘛。然后小白就到赵日天带领了全校最强乐团继续当替补鼓手。小白发现赵日天确实够变态，他发现大家有一个音跑调了就大发雷霆，还质问一个胖子是不是你这个王八犊子跑调了。胖子吓得屎都快喷出来了，支支吾吾说貌似可能大概也许是我跑调了吧。然后赵日天说你滚犊子吧。胖子走了以后，赵日天又对大家说他知道不是那个胖子跑调，但是连自己跑没跑调都不知道的废物留着有啥用呢？对于这种老师，我只想说神经病啊！赵日天又开始找小白的麻烦，一直说他节奏不对，各种啪啪啪打小白的脸，还拿椅子当暗器偷袭小白。小白当场气哭，但是并没有退出乐团，而是回家加倍练习，把手打出血就贴几个创可贴继续打。后来有一次演出，正式鼓手把自己的谱子交给小白保管，结果不小心被小白弄丢了，鼓手没有谱子没法演奏。赵日天又一次破口大骂，连个谱子都背不过，你他妈脑子是被阿拉斯加吃了吗？小白说他背得很熟，可以救场，所以赵日天让小白参加演奏，演出大获成功。小白从此由替补鼓手变成正式鼓手，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赵日天又招进来一个替补鼓手，还说这个替补鼓手比小白更优秀。小白终于忍不住问赵日天：“你耳朵有毛病吧？我技术比他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为了重新夺回自己正式鼓手的位置，小白更加拼命的练习，练得满手血就伸进冰水里泡一泡，继续练。你可能觉得小白已经疯了，别着急，还可以疯得更彻底一点。小白找到自己的女朋友提出分手，他的分手感言是这样的：因为我的梦想是打鼓，所以我以后会花很多时间打鼓，所以我陪你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所以你会不开心，所以你会让我少打鼓多陪你，所以我也会不开心，所以我们会整天吵架，所以与其等到将来我们每天吵架，不如我们现在就分手吧。神经病啊！偏偏估计小白分手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单身的男人比有女朋友的男人臂力大得多啊，你们懂的。之后在一次练习的时候，赵日天突然哭了起来，说他心爱的学生小黑被车撞死了，然后就把负面情绪发泄给了包括小白在内的3个鼓手，一直说他们打得慢，3个人轮流上阵打到了后半夜。最后小白靠自己这些天的刻苦训练以及单身10几年的麒麟臂，终于打出了让赵日天满意的速度，重新赢得了正式鼓手的位置。万万没想到在演出的时候，小白坐着公交车爆胎了，他跑到租车公司租车来到了演出场地，不小心把鼓槌落在了租车公司。赵日天说你打鼓不带鼓槌就相当于考试不带笔，就相当于战士上战场不带枪，这句话我相信全国80%以上的监考老师都说过吧。赵日天宣布小白失去了正式鼓手的资格，小白终于爆发说老子是这里最好的鼓手，我一定要参加这次演出证明自己。赵日天说如果你在10分钟以内拿回鼓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但是只要打错一个音，我就把你团成球一脚踢到你妈妈的屁股里。小白二话不说飙车来到租车公司拿回了鼓槌，果然在演出之前被车撞了。满身是血的小白从车里爬出来以后，没有去医院，而是继续往演出的地方跑。果然在演出之前赶到了现场，但是因为身受重伤、失血过多、体力耗尽，小白打得非常糟糕，可以说是整段垮掉。冷血无情的赵日天对小白说：“现在你可以给老子滚蛋了。”小白忍无可忍，扑向了赵日天：“我打死你个鳖孙儿！”小白因为打老师被学校开除，临走之前，一个黑人大妈告诉小白，赵日天说的那个小黑不是因为出车祸死掉的，而是因为压力太大得了抑郁症自杀。在黑人大妈的鼓励下，小白匿名举报了赵日天虐待学生，导致赵日天也被开除了。后来小白放弃了打鼓，有一天他走到一家酒吧，听到里面传来了动听的钢琴声。放错了，不是爱乐之城里的那家酒吧。小白听到的是赵日天弹的钢琴。赵日天说别人一直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所谓不疯魔不成活，鼓励是没用的，音乐天才都是被逼出来的。小白说你逼这么紧。小白说你逼得这么紧，万一哪个音乐天才被你逼得灰心丧气了呢？赵日天说那只能说明他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音乐天才，还说他对小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激励小白。第一个鼓手的谱子是他故意弄丢的，他也很清楚后来那个替补不如小白，是故意招进来给小白施加压力的。赵日天还说他最近有一场非常重要的音乐会，演奏的就是小白最拿手的曲子，邀请小白去当鼓手。小白内心依然对打鼓无比热爱，所以同意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在开始表演之前，赵日天对小白说：“你个瘪犊子玩意儿，老子早就知道是你告的密，看我今天怎么虐死你！”小白低头一看，我擦，发现自己上了赵日天的当。大家演奏的曲子他连听都没听过，为了向一个人报仇，居然把整个乐团和这么重要的演出都配上了。看来赵日天不仅是个变态，也是一个神经病啊！结果可想而知，小白打得乱七八糟，又是一次整段垮掉。他作为鼓手的职业生涯可能彻底终结了。但是万万没想到，小白再次冲上舞台，突然开始自顾自地打起了鼓，并且让其他所有乐手，包括指挥赵日天都配合他，仿佛在说控场能力我第一，我是全场 MVP。处于人生低谷的小白，在这种极端的演出环境下，反而激发了所有潜能。他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完美表演，征服了现场的所有观众，也征服了他的老师赵日天。电影在2个人相视一笑后结束，算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赵日天到底是个严厉到变态的混蛋老师，还是一个真正能培养出音乐天才的伯乐？相信看过电影的小伙伴们心中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中国有句古话叫严师出高徒，不逼自己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看完这片子，我终于能体会到驾校教练的良苦用心了，所以我以后还是不学车了吧，拜了个拜。